大家好，本期是最贴心的闲云武器选择分享。那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啊。首先是4星，那么我们要排除几个错误的选项：嘟嘟可、故事集、忍冬之果、招星、侠里日月。理由呢是白值低，且特效用普攻触发，闲云用不上。疑似玉龙，白值低，特效是生命值和元素精通，也和闲云没有关系。流浪晚星和银满之时是针对精通的武器，还是一样用不上，除非玩家真的什么充能武器都没有，但是手里竟然有一把银满之时，那么可以过度凑合一下，但是这种可能也太抽象了吧。那么排除以上这些4星武器，我们来看在后台时候的选择。那如果在后台呢，首先就要保证充能，所以我们只看带充能副词条的武器。那计算的配置呢是主词条冲攻攻9个大攻击，配合2+2 36%的攻击力加成的圣遗物。那么第一个就是正式之名铜，4星最好用的武器，可惜绝版了。另外外观和闲云不搭，搭配档看着有点难受，数值上真的是很 OK。接着是暗象的九羽狮，这把武器呢祈愿获得，但是很少陪跑，提供 30.6% 的充能，白值565都能用得上，就是特效只能持续5秒，在后台就不是很好用，除非全队速切，不过这个打法好像也有点抽象。然后白城之环，数值和暗象的九羽狮一样，区别在于这把武器的特效是和雷元素组队的时候触发雷元素相关反应，就可以提供额外的元素伤害，对组队有一些要求。如果是雷前台打下路攻击，那么优势就比较明显了。但是哪个雷元素打下路攻击呢？总不能是克洛琳德吧？同样数值的还有无垠蔚蓝之歌，但是这个特效肯定就用不上了。所以这3把武器半斤八两。最后西风密点，虽然白值低啊，但是充能慷慨，特效呢需要触发暴击，所以圣遗物的副词条最好能有一些暴击，不然就很看脸。等于是充能词条和暴击词条的相互转换。当然用这把武器的时候，副词条的资源就会比较慷慨。如果你能刷到更多的攻击力呢，显然它也是挺有优势的。那么除了以上这些，还有一把和闲云的外观很搭，但副词条不搭，被动又有用的视作精魄。那这把武器就很玄学，首先在数值上跟西风密点一样，所以本体奶量就很低，但是这个特效我们取金3的视作精魄嘛，开大之后6秒能回复15点能量，还能回2923点生命值，加上这个回复量，闲云对单个角色的回复就达到了23825，一举成为4星中回复量最高的武器，然后充能问题呢也得到了缓解。所以你说不搭吧，副词条确实不搭，但是如果只考虑到奶，那确实也能用而且外观是毕业的，这就看玩家怎么选择了。然后是战场的闲云，那么战场的时候呢，充能上的需求没那么大，但是打输出资源是比较紧张的，双爆增上攻击力都要有，充能呢也不能完全没有，所以我选择了一个很折中的方案，就是主词条攻伤攻穿风套，奶量下降的不多，有一些伤害，并且呢给队伍里的后台输出提供了减抗。配置就是10个充能词条，保证 150% 的充能，然后9个大攻击加5个暴击率。那么首先是枫丹的锻造武器，金1的纯水流华，高白值副词条也加攻击力，特效呢前台打架就能用上，算是没有正式之名铜之外比较好的选择了。然后是金3的流浪乐章，赌狗书总是很刺激的，如果白板就很拉，但是如果吃到 90% 的攻击力加成，那各方面就起来了，但是只持续10秒，所以享受到加成的奶量只有开大后的顺台以及后续的3次治疗。如果获得的是 72% 的增伤 buff， 那么其他不变，下路攻击的期望伤害会变得更高。那如果是精通，那就是扩散的伤害变高。那么综合考虑到30秒触发一次，平均下来呢，对单个角色的总奶量是20868，下路攻击的期望伤害呢是8082。然后和流浪乐章面板相同的还有黑岩绯玉，但是它的特效很难吃全，加上是星辉兑换的武器，性价比就不如流浪乐章高，更适合对杂兵的情况。同样是兑换武器的宗室秘法录，面板和纯水流华一样，所以治疗量是不变的，特效是打出的伤害没暴击就会增加暴击率。那么加上我们这个面板本身没怎么对暴击，根据之前大佬做的测试呢，暴击率越低，这把武器的特效就越有用。我们这个面板呢，大概等效增加 18% 左右的暴击率，所以下路攻击的期望伤害会有所提升。整体还是不如纯水流华，但是呢，综合起来比黑岩绯玉要好一些。然后祭礼残章，各种都不合适，实用项的话就不建议了。但是因为有概率能触发2次步天梯，所以就没有排除。高精炼大世界玩起来还是挺有乐子的，属于乐子人必备。最后呢，万国珠海图谱，白值还不错，但加的是元素精通，所以奶量上不占优势。但考虑到我们这个闲云打扩散，
这110点精通呢还是有用的，毕竟每次下路攻击都能触发扩散嘛。0点精通的时候呢，扩散是781点，110点精通扩散就是1433点，所以呢有额外652点的伤害提升。那么当然后台武器也可以在前台去使用，所以我就把溢出的充能词条换成了暴击词条，计算了他们的伤害排名，大概是这样子的。那么接着就是5星武器了，我这里是继续按照战场的配置计算的。如果在后台按照上面4星的搭配呢，奶量普遍可能还会高 9% 左右吧。首先是大家都可能会歪到的天空之卷，真的很不错，白值超级高，加超级多的攻击力，不但有元素伤害的加成，还能额外触发伤害，这个性价比简直了。然后呢，4风原点打架是可以的，但是奶量就和4星差不多了，主要它还是一本打输出的法典。相比起来，其他的4星虽然白值低，但是还有额外的百分比攻击力加成嘛，所以4风原点在奶量上就没有明显的优势。然后是科研死对头龟中的这把锁，那这个就牛逼了，因为攻击力加的超级多，所以各方面的数据都不错。要是队伍里再有个盾，把攻击力提升的这个特效再翻1倍，那么就是接近7000的顺台治疗量了。果然仙人就是仙人呐。而狐狸小姐的果盘白值呢和4风一样，所以奶量一般，但是加爆伤，还能加元素伤害，所以打架很厉害。吃满拐呢，下落攻击的期望伤害达到了10480，干就完事儿了。伞兵的这把武器呢，白值也不错，但特效没用，中规中矩。相比之下，莱欧斯利的专武加暴击，特效里还有 16% 的攻击力，奶量和伤害呢就全面超越伞兵的武器了。虽然暴击以后伞兵专武的伤害会比莱欧斯利这把武器高很多，但是在期望伤害上还是暴击率高一些，更稳定。那剩下的5星武器，龙王和草神的就不太合适，不灭月华和碧落之龙那还不如4星武器。所以综合起来看呢，我们以奶量做排名的话，锁这把武器还是蛮适合我们这个配置下战场的闲云的。虽然伤害不如专武，但是给它叠层的机会，它的奶量比专武还要高，不愧是科研对头的武器。那么在后台虽然不能叠层，但是这么高的攻击力加成其实已经很足够了。然后在专武之下就是我们的天空之卷了终于这次是常驻之光了。再往后面奶量上有突出贡献的是视作精魄果然是主打回血的武器。那么莱欧和伞兵的专武虽然特效都用不上，但是得益于高白值，奶量和输出呢比较平衡。再往下就是最强的4星武器正式之名铜，以及紧跟其后的纯水流华。8重的果盘呢在适合的武器中奶量拉垮掉到了4星的区间，但是如果按照伤害去排名，马上就立起来了。确实它的词条和特效都是比较适合打架的。那么在2种排名方式中，除了专武以外，2份榜单都名列前茅的优秀选择呢，分别是5星的天空之卷和锁，以及莱奥斯利的专武。4星只有正式之名铜。那如果什么都没有，枫丹的锻造武器紧随其后，但这把武器呢会产生生命之气，搭配弗妮娜，再考虑到战斗环境，很难说是好事还是坏事。我觉得4星武器没有正式之名头，那不妨就摆烂吧，反正差别也不大，选更好的那一把并不能帮助玩家在数值上更上一层楼，那么纠结这一些的数值，还不是徒增内耗嘛。好的，那么由于这期计算的比较多，我也不知道中间有没有什么细节上的差错，而且本身我的搭配方式可能比较抽象，那各位就当成一种参考。那么我是提瓦特地理，我们下期再见吧。